走出沙漠，向北，那里有2座相隔4小时车程的城市，一座藏在山里，连风都是蓝色的，另一座在14世纪就达到巅峰，留下一座至今无人能修复的水钟。和马拉喀什的喧嚣、撒哈拉的辽阔不同，舍夫沙万宁静，连老城路边连绵的商铺都不着急向游客推销商品。这里的老城仍然如迷宫一般，这不是刻意设计的，而是800年自然生长而成。我不得不拿着手机随时看导航。从舍夫沙万城堡转到乌塔哈曼广场，礼拜的时间到了，宣礼塔开始响起诵经的声音。舍夫沙万也有很多店铺沿街铺开，和马拉喀什有什么不同呢？同样是店铺，我在这里看到更多的商贩在售卖艺术品，关于蓝色之城的画，它们被摆在彩色的石头墙和高高低低的蓝色台阶边，不像是商品，倒像是山城最自然的装饰。一个欧洲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山城，在和小贩闲聊，这大概是他摩洛哥骑行的开端，因为这里离西班牙其实并不远。到处可见商贩们在售卖摩洛哥罩袍，式样和花纹比马拉喀什好看许多。路边的小贩和我打趣说，袍子很便宜，只要200迪纳尔，不是2000欧。cheap, $200. No 2000. 这里的商人甚至会自嘲了，摩洛哥这飘忽不定的价格哟。眼前这座山可以一直爬到山顶，沿着山路往上走，到半山的位置已经可以看到老城的部分。再往上，这座蓝色的城市就整个出现在眼前。看吧，蓝色之城在这里尽收眼底。这应该是看日落的好地方。可现在这个时间距离日落还有很久，于是我下山继续往城市的另一边走。第二天，我离开舍夫沙万，4个小时后，蓝色的山峰和宁静感都消失了。费兹是拥挤的，夹杂着比其他老城更重的生活气息。老城里商铺的数量一点都不输马拉喀什，但热闹里又自带一种历史沉淀之后的气定神闲。老城里有放学的孩子和赶时间的本地人，当地的生活和旅游景点被揉到了一起，连吵架都没有人在意，街上还有那么多游客。一个摩洛哥小哥正在制作土耳其咖啡，我闻到了咖啡粉里混合的肉桂、丁香和胡椒的味道。这是一种横跨了中东和北非的味道。
这里和马拉喀什一样，也是摩洛哥4大皇城之一。波伊纳尼亚学院是费兹的一处古迹，它现在是一个景点，展示14世纪穆斯林世界的精湛工艺。华美的伊斯兰学校，建于1351年到1356年间。看这些木雕上的镂空花纹，以及马赛克艺术。墙上是典型的阿拉伯书法装饰。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群礼貌热情的摩洛哥学生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，乐于和我这样的外来人打招呼。但我又一次被认作是日本人，只好用法语跟他们说我是巴黎来的。果然，摩洛哥的孩子多少能说些法语。在学院对面有一面叫达阿拉玛嘎纳的墙，这面墙看起来很奇怪，上面布满了好像中式建筑的牛腿，但又没有梁。这面墙里面以前是一个会自动报时的水力钟，已经停用了几个世纪。由于缺乏文献或者对运作方式的记忆，恢复和重建机械装置的工程，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成功。水钟和学院前后脚落成于14世纪中叶。同一时期，欧洲还在中世纪的末期，文艺复兴刚刚有了苗头，明朝正在中国全面取代元朝，而伊斯兰文化圈还处在世界科技文化的顶峰。当时也是西班牙摩尔式艺术的鼎盛时期。Bonjour。菲茨的另一大景点是皮革染坊，是这里的传统工艺，因此卖骆驼皮制品的商店也很多。越往前走，地面越来越潮湿，空气里染皮子的臭味也就越来越重。我知道我离皮革染坊不远了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面目可疑的人，他一直纠缠着我，跟我说他在这里工作，跟我说再往下走就必须支付参观的费用。这个刺鼻的气味本来就已经熏得我头疼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和他说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往回走，才发现沿街的屋顶咖啡一直在拉客。还有人说要给我先看过照片，再让我决定要不要上去。Show you the picture first. No. Do you like the Zealous or do you don't like no? No. Yes, exactly. Some tourists. 但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点参观的欲望了。傍晚，我在老城的一家餐吧坐下，喝一杯薄荷茶，看街上仍然忙碌的当地人和兴奋的游客。从马拉喀什进入摩洛哥，到撒哈拉，再到北部山区，
最后落脚费茨。明天我将从这里返回巴黎。